Japan now government eager to prepare Japanese self-defense stronger. 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釜山港的国际码头。我准备从这里呢坐船前往日本。说起日本，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小日本，当然还有动作片之类的啊。但你知道吗？其实日本一点都不小，它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熟知的德国、意大利、英国还要大的。而且在我出发之前啊，我查了很多与日本相关的信息，发现与我们课本中的小日本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先从日本的历史来开启这趟旅程吧。日本位于东亚的岛屿国家，由日本列岛以及大大小小14125座岛屿所组成，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5亿。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权在国会，万世一系的天皇则为象征。大约在2000万年前，与欧亚大陆相连的日本由于地壳运动而分离。10万年前，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原始人类开始迁移到日本。约在12000年前，进入绳文时代。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3世纪，朝鲜半岛的弥生人带来先进的水稻耕种技术，并与绳文人融合成现代的日本人。公元4世纪，随着佛教从朝鲜传入，日本奈良的大和国脱颖而出。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后，隋唐小弥帝不断引进中华文化，日本进入中央集权国家，直到12世纪末武士阶层掌管实权，日本进入长达600多年的幕府时代，直到1853年美国的黑船来航，江户幕府被迫对外开放，新思潮的涌现，出现了一大批坂本马龙那样的有志青年，江户幕府只能大政奉还，权力交还给做了600多年吉祥物的日本天皇，与倒幕派组成的内阁共同治理。至此，日本进入开挂式的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拳打满清，脚踢沙俄，还是一战的战胜国，进入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一战结束，日本出口锐减，加上关东大地震，社会进入大萧条，军部趁机夺权，实行军国主义。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二战爆发，日本战败，经历战后重建，经济腾飞，再到泡沫经济破灭，来到2012年安倍的重振日本经济。这里是国际码头的出发大厅，我的票已经买好了，跟飞机票似的啊。这边呢就是登机口，我的票价是2等座，$88，跟机场的程序差不多啊。这边过完海关。乘坐渡轮从釜山港出发，穿越日本海，航行230公里10个小时，抵达日本的下关市。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曾2次经过这条海路进攻日本的北九州，因神风阻挡而失败。大家早上好，经过10个小时的航程，终于来到了日本。这里就是日本的下关。我真的非常的不推荐大家坐船到日本来啊，实在是太颠簸了啊！昨天我还吐了3次啊！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元朝2次进攻日本都失败了啊。刚刚出海关耗费一点时间啊，因为这边呢无人机超过100克
机不能飞的啊，所以在那边检查了一半通，然后跟我讲了很多这边飞无人机的条款，但还是给我放行了啊。大家肯定会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这里只是一个人口25万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地方呢，对整个华人的意义都是非常的重大的。讲下关，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概念啊。我讲马关条约，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啊。当时的清朝输了甲午战争，在次年，也就是1895年，李鸿章来到了这里，签署了马关条约。也正是因为马关条约的签署啊，然后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和割让了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岛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确切签署马关条约的地方吧。可以看到这边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文字啊，而且还又是中式的建筑，完全就感觉在中国一样啊，很熟悉的感觉。日本汽油的价格是183，相当于是9块钱人民币。这边街道的干净啊，我还以为是有那些市容清洁工，而不是啊，因为一路走过来，我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打扫自己门前的这一块地方的。这里呢，就是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地方啦，但他们不称为马关条约啊，日本称之为日清讲和条约。这边还建了一条道路，叫做李鸿章路。前面这栋村房楼呢，就是他们谈判的地方呢，旁边修了一个纪念馆啊。然后呢，李鸿章就住在那一边的引接室。当时李鸿章为了安全呢，就是往返于住宿跟谈判的地方，所以这条路呢就取名叫做李鸿章道。但虽然是为了避免危险啊，但还是遭到了枪击。但也因为这样子，谈判条件才能压低很多，虽然也是很惨重啊。日本明治维新3节的大久保利通遇刺，日本对外扩张的阻力被消除。真韩论以征讨清国侧的主战派得势，围绕朝鲜半岛及周边权益。在1894年，日本与清朝爆发了甲午战争，战败的清朝迫于无奈，派出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市讲和。经过近1个月的谈判，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2亿两等等。随后由于德法、俄罗斯的干预，日本才归还了辽东半岛。这个纪念馆其实是不大的啊，这个牌匾就当时村房楼的牌匾。大家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讲述甲午战争的吧。他讲述的是日本跟清国为了朝鲜半岛的权利对立啊，然后在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后面是对日本有利，所以第2年呢，清朝就来到了日本，试图去跟他们讲和。这里讲到了李鸿章怎么来的，但在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就被刺了啊，一共会议开了29天，其后面就确认了朝鲜的独立，并约定清国向日本割让了领土、转让的权利和支付赔款。这里就是马关条约啊，在这边署名是有李鸿章的，当时他的 title 是太子太府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他们这些座椅也是有讲究的啊，你看最大 title 的这个椅子跟普通的椅子是不一样的，而他对面那个呢就是李鸿章的椅子。先来到李鸿章坐的这一边，可以看到这个椅子好像明显是要比对面那个要小一点点啊，也可能是我看错。这条路就是李鸿章往返于住宿的地方啊，给大家去看他住的地方吧。我来这里拍摄呢，不是为了宣传仇恨啊，是为了大家记住历史啊。也正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最主要就是权力不是在人民，而是在权力阶层，所以说改革也不会成功的。这一路旁边呢都是一些居民楼啊，这种2层的，好有感觉啊！就从小看日漫长大啊，就很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这里呢下去就是去影街市的，也就是李鸿章当时住的地方。寺庙内没什么人，非常的清静。可以看到这个寺庙也是非常的新，其实它是复建的。这边呢是这些在建者的捐赠名单。日本呢通过甲午战争赌赢了国运啊，再度的富强，也走向了军国主义，而也成为了二战的轴心国。当然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广岛，那里也相当于是二战结束的地方。经过1个小时200公里中，来到了广岛的高铁站，再从那边呢坐公交车来到了这个他们市中心的和平纪念公园，他们叫平和纪念公园啊。这边的公交车也是很方便啊，可以找零的。这里呢前面有一栋建筑呢，就是核爆的中心点了。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身后呢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美军在1945年的8月6号跟9号分别在广岛跟长崎各投放了1颗原子弹，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仅有的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当然也促进了二战的提前结束。大家肯定很好奇啊，为什么原子弹的中心点的建筑没有被摧毁呢？其实当时投放原子弹的时候，它没有在地面上引爆的，它是在空中引爆的，这样波及的地方会更广啊。所以说这样建筑呢，当时也没有完全被摧毁。Hi, how should I call you? Masataka. Masataka. Oh, nice to meet you. So, where you come from? Here? Oh, yeah, I'm living in Hiroshima. Oh, I see. What we describe as the militarism? I think militarism is something kind of aggressive, thinking for some kind of conflict but I think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we have to not fight but talking each other, because the war makes people sad. You don't want to be suffer those cruel situation, and maybe the other people, the enemy, think all the way like the same thing. So we don't kill each other. Yeah, exactly. Yeah. Now the world are full of the racism, nationalism, and hatred. Yeah. So,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world war free? Yeah, I wish this planet would war free, because people are the same. Maybe now people are divided many ways, like rich and poor, and many different races. Yes, yes. And religion. Each one of us was born to enjoy each lives. Oh, I see. So I don't think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damage other people's peaceful lives.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poor and rich.
So what'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Japan? I think it's bigger and bigger. Oh, bigger and Yeah. bigger. So the last, what's your desire for peace? I mean, do you have any message to the world? Yeah. Now, in Ukraine and Palestinians, Yeah. the war going on, and maybe China is widening its military force in Asian region, and so Japan is now the government Yeah. is eager to prepare to Japanese self-defense stronger. Oh, But see. I don't think to protect this small country like Japan, Yeah. we don't need bigger weapons and war machines. So, and Japan is, as you know, Yeah. a lot of earthquakes and Yeah. disasters, Yeah. typhoon, and Yeah. Typhoon. Yeah. so earthquake, yeah. I think we need more protection from those disasters, not not for the war. Yeah, exactly. Yeah. Yeah. We want to live a peaceful entire planet. Oh, thank you. Yeah. I hope so. Yeah. Mhm. Thank you. 過ごせる世界になってほしいです。 Oh, I see. Okay. Do you think the World War III will be happen? みんなで手を取り合っ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你会怎么描述军国主义？自明治维新起，日本的权力集中在倒幕派的各个藩主势力，实际还是武士观念加上忌惮西方的威胁，最终采用了普鲁士难的主张，向外扩张、向内专制的政治思想，还在中日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更加剧了军国主义思潮。一战后，日本经济大萧条，军部夺权，主张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二战期间的人体实验、大屠杀、神风敢死队、切腹效忠，无不是军国主义的体现。我想告诉后人的是，如果世界没有和平，就什么都没有了。直到原子弹爆炸，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权力阶层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了，马上宣布无条件投降。让你顾全大局的，一般往往你正好是那个局外之人；让你不惜以一切代价的，往往你就是那个代价。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应该知道，我去过很多战争的地方，而受伤的往往都是平民百姓，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二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再到现在的各种战争，也是疫情后的民粹主义，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权力阶层利用民粹主义来鼓吹战争，制造假想敌，而战争所牺牲的往往都是平民百姓，而平民百姓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数字而已。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警惕民粹主义和独裁统治。